老师说我这次联考能冲前20，名额给我留住了。妈，门口那个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你早知道，那你还炖鸡汤？天塌了也得吃饭。我集训费还没交，房子就没了。妈，我是不是不能去了？谁说的？我们哪还有钱？房子是大人的事，你的路不能塌。我不去了，我不想拖累你。路遥，你记住，你妈这辈子总替别人让路，你不能学我。吃饭，吃完去画画。那房子呢？房子的账妈来算。20年了，这顿饭该散了。还没睡，等你来解释。这事儿你先别急，我能解决。贷了多少86万。钱呢？团购仓卡在周转上，苏倩说只要补上这一笔，马上能起来。所以你拿我的房子赌你的女人。你别把话说那么难听，苏倩是合伙人。她出了多少钱？她负责笑，你负责赌，我负责还，是吧？咱们是夫妻，分这么清有意思吗？签抵押合同的时候，你怎么没叫我夫妻？我没签过字，合同上的签名哪来的？中介办的，我也不懂。你不懂法律，但你懂拿钱。桂枝，现在不是吵的时候，家里不是还有3万吗？先把利息补上，房子就能缓一缓。那是路遥的集训费。他都高3了，还学什么画画？3万块砸进去，考不上怎么办？他考不上我认，你再毁他的路我不认。你别拿孩子压我。你拿我的房子赌输，还想拿我女儿的前途补窟窿？孩子，今晚你睡沙发，明天我去见见这位合伙人。你别去闹。我不闹，我去认账。周三卖20锅猪蹄，你这是卖卤味还是蟹丝粉？哭不能还债，但猪蹄能。陆成海又干啥了？房子被封了。你爸妈留给你的学区房？桂枝，你今天要办流水席啊？麦，他真是茅坑里打灯笼，找屎还嫌不够亮。你咋还这么稳？我一慌就想做饭，越慌做的越多。那你这回慌的不轻啊？不慌了。那这是啥？开战前先备粮。来2个，我要3个。老板娘，今天猪蹄咋这么香？女人被逼到头，卤水都带杀气，带香气，香气。沈桂枝，你赶紧回来！澄海都出这么大事儿了，你还有心卖猪蹄？不卖猪蹄，拿什么还债？少跟我顶嘴！我知道你藏了路遥的集训费，拿出来先救你男人。小孩晚1年集训死不了，男人倒了，这个家就完了。您在我家？我在门口，钥匙怎么打不开？等我。老太太又来抢钱。摊子帮我看半小时，你回去干啥？抓贼！妈，撬锁违法。我进我儿子家，犯哪门子法？这房子在我名下，你现在分这么清了？我儿子要不是娶你，你能有今天？您说，继续说。你拍我干啥？留个清楚，省得以后说不清谁来我家翻钱，谁翻钱了。我那是救澄海。这是不是私房钱？这是账。一家人过日子你还记账？你心咋这么狠？2007年，你儿子拿我彩礼创业，我开始记的。2012年，您摔伤住院，我垫了8600，您说等低保下来还我，没还。我一个老人，你还跟我算钱？您要是不翻我女儿集训费，我不会今天跟您算。妈，我回来拿画笔。奶奶，你在翻我妈东西。念念，奶奶是为了你爸，你爸要是过不去这个坎儿，你们这个家就散了。所以就要拿我的集训费。你晚1年学画画怎么了？家里男人都要塌了，你还想着画画？这个家塌，是我画画塌的吗？我爸创业失败是我妈的错，我爸抵押房子是我妈的错，我爸外面有人还是我妈的错。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妈的钱天生就是给陆家擦屁股的？
妈，您敢碰他一下，我现在报警。你要反了天！不是反天，是还账。妈，我不去集训了。3万块够还一阵利息，我可以明年再考，也可以不学画了。我不想你为了我跟他们撕破脸。这话再说一遍试试。我不想你那么累。我累不是因为你，是因为我以前总想着把所有人都撑住。你看看这里面，哪一笔是你拖累我的？你记住，这个家谁都能没路，你不能没路。可我们没钱了。今天猪蹄卖了9600，明天继续卖，妈可以挣。你只管往前考。你火了！有人拍你，说被生活逼出来的卤味，下面都问明天还有没有？有，明天卤30锅。你这是要发财还是要复仇？都要。这话我爱听。郑民吗？我是沈桂芝。桂芝，老同学，怎么了？如果有人伪造我的签名，把我的房子抵押了，我能不能告他？带合同来。如果签名是假的，这不是家务事儿，是案子。沈桂芝，你要告谁？那是你男人。桂芝，咱们回家说。我以前是他老婆，但从今天开始，我是原告。痛快。这房子婚前就在你名下？我爸妈拆迁款买的，房产证只有我名字。抵押合同上的签名，你确定不是你签的？我卖卤肉20年，每天签收货单，我自己的字我认的。差别很明显。先申请笔迹鉴定，再申请房产查封异议。如果能证明签名伪造，抵押可以推翻。那债呢？如果这笔钱没用于家庭共同生活，而是进了他和第三人的经营账户，你不一定要背。第三人苏倩，你有证据？我没有吵，也没有闹，我拍了这些。桂芝，你比我想的稳。我不稳，路遥的路就断了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你要做好准备。伪造签名这事儿一旦坐实，不是简单离婚。会坐牢吗？看证据，看金额，看谁参与。你如果心软，现在就别查。方律师，我心软20年了，这次我想让法律硬一点。桂芝，你是不是找律师了？苏倩那边银行的人来查仓库账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大姐，找谁？找陆成海。陆总不在。您是嫂子吧？你认识我？海哥提过，说嫂子特别能干，一个人撑着家。那他没说他拿我房子撑着你。嫂子，你误会了，我和海哥是正经合伙人，仓库要是做好了，对你们家也是好事。孩子几个月了？嫂子，这跟生意没关系，跟我的房子有关系。嫂子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我也是没办法。我卖卤肉，见过最会装可怜的是猪头肉，切开一看全是肥油。嫂子，海哥说你是个明白人，先保仓库，仓库起来了，钱自然回来。你投了多少钱？我投的是能力。能力能还贷款吗？我今天来不是骂你，也不是求你。那你来干什么？别动，你怀着呢，摔了算谁的？陆成海不会跟你离的，他离了你，债全砸他身上。所以你也知道那是债，不是生意。沈桂芝，你跑这儿干什么？你非要把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吗？我不逼你，我只是来看清楚，你拿我半辈子，换来了什么样的结果？沈桂芝，你今天让我在员工面前丢尽脸了。你抵房子的时候，我也挺丢脸。我说过，苏倩只是合伙人。合伙人会给你发孩子保不住，那个孩子是不是你的？她是怀了，但我也不确定是不是我的。你连孩子是不是你的都不知道，就敢拿我房子给他做仓库？我也是男人，我也有压力。你天天守着卤肉摊，身上一股油味，我回家连句话都不想说。爸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念念，我不是说你妈，你拿我妈的房子，拿我的集训费养外面的女人，现在你还嫌我妈身上有油味儿。大人的事儿你少管。房子没了，我的学费差点没了，我还不能管？
回屋。妈，我想听他说。念念，爸做这些都是为了这个家。等仓库赚钱了，你想去哪儿集训都行。你每次都说等赚钱，可我长这么大，等来的都是我妈补窟窿。我还是不是你爸？你是我爸，所以我才更难过。你伤我，我认了；你伤他，不行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明天上午，民政局离婚。沈桂枝，你离了我，谁要你？你一个卖卤肉的中年女人，还带个高3孩子。这话你明天在律师面前说，顺便解释一下，抵押合同上的签名是谁签的。嫂子，你这屋也太乱了，难怪我哥不爱回来。你哥爱去哪儿是他的问题，你坐哪儿是你的问题。桂枝啊，一家人没有隔夜仇。程海是错了，可男人哪有不犯糊涂的？嫂子，你别把事儿做绝。我哥要是真被你告了，我们陆家脸往哪儿放？你们来劝和，还是来劝我别告？嫂子，你也别装，你不就是想多分点钱吗？分什么钱？你哥现在欠86万，那不是还有你的摊位吗？你熟食摊这2天不是火了？先拿钱把我哥救出来，后面一家人慢慢还你。慢慢还？对呀，一家人还能烂账吗？你说这话我就放心了。陆成河2014年借我1万5，说还赌债没还；2017年借3万2，说买货车没还。你有没有亲情？你借钱的时候怎么不谈亲情？你这样算账，家还怎么过？陆美珏2018年你说孩子上兴趣班借2万，2022年你买包刷爆卡借1万6，去年你婆婆过寿，你让我垫酒席钱7800，那都是小钱，你至于吗？你们借的时候是救急，我要的时候是小钱。沈桂枝，你这是要把陆家人都逼死！我没逼你们死，我只是请你们活着。得还账。够了！你不是要离婚吗？还做这么多菜干什么？散伙饭也得吃饱。桂枝，别闹了。苏倩今天来是想跟你道歉。嫂子，我不要名分，我只想孩子有个完整的家。你要完整的家，所以来拆我的家。孩子是无辜的，我也无辜。吃饭前先算个账。你又拿这个干什么？一家人吃饭，你算什么账？就是因为一家人吃饭，我才算到今天。20年我挣了182万，陆成海拿走96万，你们全家花了我33万。你连我看病的钱都算。我愿意给您看病，但您不能一边花我的钱，一边骂我拖累您儿子。你胡说八道！别碰我妈的证据。沈桂枝，你非要把家丑摊开。欠钱的时候你们没嫌丑，现在念账倒嫌丑了。嫂子，你说到底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要房子，我要女儿的学费，我要你们欠我的每一分钱。你做梦！2条路，签协议，咱们民事解决；不签，我告你伪造签名。你要告你男人？这顿饭以前他是我男人，吃完这顿，他是被告。你连我看病的钱都算，你还是人吗？妈，您看病我出钱是情分，您拿着情分骂我20年就是债。嫂子，你要这么说，那你嫁进陆家这些年，吃的住的怎么算？这房子是我爸妈留的，水电物业我交，饭是我做，菜是我买。你说我吃陆家什么了？你别仗着有个破账本就欺负人，谁知道你是不是乱记？转账记录、借条、微信语音、银行流水，你要哪笔，我给你对哪笔。陆成河，借款68700，今晚先写还款协议。我没钱。你上个月刚提的新摩托，朋友圈发过，不还也行。明天我去法院申请支付令。一家人你走法院？你们拿我钱的时候说一家人，我要钱的时候说伤感情。从今天起，我不伤感情，我只要钱。嫂子，我知道我不该来，可孩子是无辜的。你一直说孩子无辜，那我妈呢？她房子无辜吗？她的钱无辜吗？我没想抢你的家，我只是想给孩子一个名分。那你找孩子爸要，别找我。海哥，你说句话呀。桂枝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就当帮我最后一次，先别起诉，等仓库周转起来，我补偿你和瑶瑶。补偿？你拿什么补偿？仓库有货，有订单，也有86万贷款和一个没出钱的合伙人。嫂子，你为什么总针对我？我也是苦命人，我一个女人在外打拼不容易，不容易就能拿别人的房子垫脚。我肚子里还有孩子，你这么逼我，要是出事怎么办？苏倩，你怎么了？肚子疼。沈桂枝，你看你把人逼的。
他碰瓷儿！喂，120吗？这里有孕妇肚子疼，麻烦派车。顺便，我要求到医院做正规检查。孩子无辜，所以更得查清楚。楼下咋了？好像是老沈家的，救护车都叫了。桂枝，真没必要闹到医院，她可能就是情绪激动。孕妇肚子疼，不去医院，你负责。桂枝，做人留一线。她肚子里要真是陈海的种，你以后咋面对？我面对什么？那也是陆家的血脉，陆家的血脉让陆家养，别拿我的房子养。不用去医院了，我好多了。刚才不是疼得站不住？可能就是吓着了。阿姨，你这肚子挺懂事，救护车一来就好了。你怕什么？我怕什么？我就是觉得没必要。是怕检查孩子，还是怕检查怀没怀？嫂子，你这话太恶毒了。我卖卤肉，讲究真材实料，做人也一样。苏倩，你到底怀了没有？海哥，你也不信我？信不信？去医院就知道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没事了。桂枝，你今天把人逼到这份上，满意了？我只是叫了救护车，真怀孕的人不怕医院。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？账本、律师、医院，你把每一步都算好了。我以前也算，只是算柴米油盐，现在算证据。你想离婚？做梦！你干什么？现在没了，你拿什么告我？陆成海，你这么多年做生意赔钱，不冤，你连复印件和原件都分不清。原件在律师那里，电子版我存了3份，还有1份发给了马春燕。放心，我还打印了2份，就怕有些人狗急私指。老板娘，昨天的猪蹄儿太香了，我家老头吃完还想买，香吧？这是被债逼出来的秘方。少评，找钱。桂枝，我们谈谈。排队。我是你男人，那是昨天的事儿。这不是他男人吗？咋来市场闹？听说房子都被他抵押了。我不签离婚协议，你告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坐牢，瑶瑶脸上也不好看。所以你现在拿女儿威胁我？我是为她好。你为她好，就不会想拿她集训费补你和苏倩的坑。拿女儿学费养小三儿，这也太不要脸了！干啥？市场监控开着呢，想动手先挑个没摄像头的地方。桂枝，材料我整理好了，今天下午可以去法院递申请。你谁呀？沈桂枝的代理律师。律师都来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你真要把我送进去？我给过你路，签协议，债务说清，房子说清，女儿学费说清。我要是不签呢？那我起诉。沈桂枝，你敢！你要是关成海，我就跪在你台前。妈，您这一跪不是救儿子，是在逼我继续当冤大头。走吧。去哪儿？法院。材料齐了，抵押合同异议、限制鉴定申请、离婚诉前调解都能先定。桂枝，你真要进去？你想清楚了没有？我进去坐牢，你脸上好看，瑶瑶脸上好看。我来保房子，不是来送你坐牢。那你撤材料？你签协议，我可以只走民事。桂枝啊，夫妻哪有隔夜仇？你给他一次机会，他是瑶瑶亲爸呀。他抵房子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自己是瑶瑶亲爸？老婆，别让外人看笑话，咱们回家说。陆成海，从今天起别在外面喊我老婆。这里是法院门口，不是你家饭桌。你说话想清楚再说。陆先生，请你别碰我的当事人。你主张抵押合同签名非本人签署，是。有初步证据吗？合同签署日期是去年9月17号，那天我从早上5点到下午3点都在市场出摊儿，这是当天2维码收款流水。
78笔，这是市场监控。我一直在摊位，没有去过银行，也没见过贷款中介。准备的挺齐。我卖熟食的，最怕缺斤少两。我们申请笔迹鉴定，同时申请暂缓对涉案房屋继续执行。材料先收，等通知。你把市场监控都拿来了？你以为我只会卤猪蹄？你这是早就算计我！不是我算计你，是你做事留下了账。桂枝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撤了吧。真查下去，银行、仓库、苏倩那边都得完。你现在心疼的是仓库还是苏倩？陆成海，你到现在都没问一句瑶瑶集训费凑齐没有？我今天上午交了。你哪来的钱？卖猪蹄，你输掉房子，我把女儿的路挣回来。你不觉得丢人？我都替你丢人。接吧，别让你的合伙人等急了。家人们看啊，就是这个摊主逼的一个孕妇没活路。咋了？有孕妇来闹事儿！快！谁让你们拍的？这是市场，不是你家戏台子。我不想破坏任何家庭，我只是怀了孩子，想让孩子活下来。嫂子却要把海哥告到坐牢。真的假的？袁培这么狠，孕妇看着怪可怜。你确定要在这儿说？我只是想求你放过我们。行，那我问你3个问题。第一，你和陆成海开的仓库，你出了多少钱？我出的是管理和技术，就是没出钱。第二，你知道陆成海抵押的是我婚前房子吗？我以为是夫妻共同财产。第三，你说怀了孩子，为什么昨晚肚子疼却不敢去医院？你别欺负孕妇。我不欺负孕妇，所以我现在报警，也叫救护车。不用，别不用。今天直播这么多人看着，咱们把话说清楚。喂，110吗？有人在我摊位直播造谣，影响经营，还有孕妇称身体不适，请一起过来处理。谁报的警？我。他们未经同意拍摄我摊位，还在直播间说我逼孕妇没活路，影响我正常经营。警察同志，我不是造谣，我就是太害怕了。你怀孕不舒服，可以先去医院，救护车马上到。我现在没事儿了，昨晚也没事儿，救护车一来就好了。你这肚子还挺懂法律程序。身体没事儿，那就说直播的事儿。你说他逼你没活路，他起诉海哥，海哥是孩子爸爸。起诉的是房子抵押签名问题。他说的孩子跟我的房产没有关系，我没骂他，没碰他，没堵他。他带人直播我摊位，说我逼孕妇，已经影响我生意和名誉。确实影响经营，刚才队都乱了。你们先删除不是视频，跟摊主道歉。后续如果造成损失，摊主可以依法维权。还有道歉，对不起，大点声。刚才直播的时候挺响。快道歉啊！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？对不起，我不该来摊位直播，影响你经营。听见了，以后卖惨去别处，别挡我卖猪蹄。说得好，老板娘霸气。海哥，你老婆逼我到这份上，你再不处理，我就把孩子的事捅出去。看清楚，房子归我，陆瑶跟我，仓库债务由你承担。你欠我和女儿的钱，写还款计划。你这不是离婚协议，是判决书。你可以不签，等真正的判决书。瑶瑶，你帮爸说句话，爸不是不爱你，爸只是想翻身。爸，你每次翻身都是踩着我妈。我签了，你能不能撤诉？别查签名了。你先签。你答应我。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现在可以撤了吧？离婚协议我收下，但抵押合同签名的事，我不撤。沈桂枝，你耍我！签离婚是你欠我的家，查签名是你欠我的法。你真想让我坐牢？我想让你说实话，签名是谁伪造的？中介是谁？苏倩知不知道？你现在不说，等法院查出来，就不是我问你了。原来他比你更怕房子保住。
因为仓库从一开始就是冲我的房子来的，对吗？爸，你到底知道多少？我不知道他会这样。你不是不知道，你是不想知道。桂枝，法院那边有消息，房子执行暂缓了。妈，房子是不是保住了？第一步，保住了。签名鉴定一旦启动，谁伪造的，很快就藏不住了。陆成河，今天不还钱，你别想跑！嫂子，嫂子救我！你欠多少？不多，也就3万多。本金3万，利息滚到8万7，今天必须还。8万7又赌了。上次不是他嫂子帮他还的吗？你们要债去找欠债的，赌人家摊位干啥？他说他嫂子有钱，摊位一天卖几万。你拿我当担保了？我就随口一说，嫂子，咱都是一家人，你先帮我垫上，不然他们要剁我手。嫂子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第一次赌债我救了，第二次网贷，第3次你卖惨我还救了，这次不救了。你真这么狠？不是我狠，谁欠的找谁。再堵我摊位，我报警。报警？你报啊！喂，110吗？有人在菜市场扰乱经营，车厢是情况，还涉嫌非法催收。嫂子，你报警我就完了。你早该完一次了。债务纠纷走合法途径，不许恐吓，不许堵摊，不许影响经营。我们就是来要钱，没动手。他们说不还钱就剁手，我录下来了。先跟我们回所里说明情况。站住！嫂子，今天多亏你，回头我肯定记你这份情。别记情，记账。你啥时候准备的？的时候，春燕帮我打印。欠的久，跑得快，不提前准备逮不住。欠我的6万8，加上这次你拿我摊位当挡箭牌造成的损失，一共7万3，分12个月还，按月转账。我哪有钱还？你新摩托卖了，先还第一笔。那车我上班用。你上哪门子班？你3个月前就被辞。你发吃喝玩乐的时候没屏蔽我。你监视我！你欠债还炫富，我只是截图。民间借款最好白纸黑字，省得以后纠纷。写清楚谁欠的谁还，不要再扯一家人。第1个月，今天下班前到账。妈，我头晕，胸口疼，肯定是被嫂子气的。嫂子这回太过分了，成河再不争气也是陆家人，他让他签还款协议，不是打咱妈的脸吗？桂枝啊，你看看你把成河逼成啥样了，你这是要逼死他呀！我怕他真有病，给他挂了医院号。现在走，检查费我先垫。嫂子，他都这样了，你还折腾他？病了就治，欠钱也得治。你还有没有人性？陆成河，你胸口疼是吧？正好查心电图。头晕是吧？查脑 CT， 查完有病治病，没病还钱。我不去医院，我歇歇就行。不去也行，我给你录个视频，你自己说身体没事儿，别以后赖我逼病了你。要不我来拍，我拍摊位视频火了，有经验。欺负人？不是欺负，第一笔6千是房赖，今天到账，你不给我明天申请支付令。成河哪有6000？摩托在那儿。不是，那是我的命。哟，刚才还胸口疼，现在命在摩托上了。病好了就转钱。大家都看看啊，这就是我嫂子，为了几万块钱逼小叔子卖车，逼婆婆掉眼泪。咋了？又有人来闹事？女人不能太绝，家和万事兴。你赚这么多，帮一下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不太清楚，但带着这么……美娟，你今天是来买猪蹄还是来还钱？你少转移话题。那我说正题，今天来的几位我都认识。大姑姐陆美娟欠4万3，表姐夫家孩子补课借8000，小姑父住院红包是我垫的3000，早不等于不用还。不要脸！你们组团来我摊位闹，要脸了？欢迎，排队还钱的更欢迎，闹事的，市场监控和派出所都欢迎。别撕这张没用，姐打印了50张，够糊你家墙。沈桂枝，你这是造谣！我什么时候欠你4万3？你先借我2万，孩子兴趣班马上截止，下个月我肯定还，不还我不是人。真欠了啊！欠钱还带人来骂债主，我们也是亲戚，偷偷录音。你每次借钱都让我别告诉别人，我怕你自己也忘了。那我没有这样逼人的。可以借钱不还，还上门砸人饭碗，不行。怎么回事？谁在扰乱经营？他们堵我摊位，影响顾客排队，我要求市场处理。要吵出去吵，再闹取消入场资格，报警处理。你等着，妈不会放过你。你提醒我了，
还有新账。大娘，给我切2斤猪蹄儿，欠钱的都能排这么多人，我得尝尝到底多香。桂枝，你今天这一刀漂亮，欠钱名单一亮，他们脸都绿了。别高兴太早，咋？他们不会认输，只会换招。他现在摊子火了，腰杆硬了，再让他卖下去，离婚还真能赢。那咋办？有人比咱们更不想他好。你们闹输了。他手里录音太多，但他开熟食摊最怕什么？卫生，收集证据，脏凉水，无证加工，如实投诉举报他。他证照好像挺全。群众看热闹，只要有人拍视频说他脏，生意就臭了。家人们，这家摊位最近很火，但我听说他家卤水好几个月不换，肉也是便宜冻货。拍我可以，造谣不行。你急什么？是不是心虚？大家看看啊，卖这么便宜，谁知道干不干净？谁派你来的？我消费者，我有权监督。哪位是沈桂枝？有人举报你摊位存在食品安全问题，请配合检查。查，今天你最好别走，查不出来，我也要查查你。进货票据呢？按日期放的，猪蹄、鸡爪、牛肉、调料票据都在。卤水记录，每日开锅时间、换料时间、温度记录、剩余处理都写着。你还真写这个？市场培训时说要写，我就写了。我就知道你这个女人可怕，连锅都管得比男人明白。操作区挺规范。那卤水呢？谁知道是不是老汤脏水？当天6样在这儿，需要检测可以取样。你举报说使用过期肉，有实物证据吗？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听谁说的？经现场检查，该摊位证照齐全，进货票据完整，操作区符合要求。后续我们会按流程抽样检测，目前没有发现举报所称问题。我就说嘛，老板娘摊子一直干净。这不是故意整人吗？别急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刚才直播说我用过期肉影响我生意，删视频道歉，我又没指名道姓，镜头怼人家招牌拍，你当大家瞎？你恶意扰乱市场经营，我们可以报警处理。道歉，对不起，大声点儿，我摊位刚才被你喊得挺响。对不起，我没有证据就乱说，影响你经营了。你又留证据，吃过没证据的亏，就得长记性。今天所有人猪蹄加量不加价。青白卤味儿，你这名字够损。他们不是想查我吗？我让大家都知道，我不怕查。老板娘，你这营销可以啊！我就冲清白俩字来的，给我来2斤。沈姐，你这酱账做的比有些门店都规范。我明天让新人摊主来你这儿学习。我就是怕出事儿，多记了几笔。这就叫规范经营。听见没？别人举报你，举报出先进摊位来了。别再折腾他了，房子暂会执行，法院也收材料了，我们先把仓库保住。保仓库？我说能赚钱是建立在有资金的基础上。现在你老婆把前路堵死了，你怪我？苏倩，你是不是一开始就知道那房子不是我的？你现在怀疑我？我只是问。海哥，我怀着你的孩子，你却帮他说话。怎么了？路遥这次模考发挥不太好，专业课排名掉了不少。最近家里是不是有事儿？老师，我没事儿。他基础很好，但情绪绷得太紧。集训前这段时间最怕心态崩。谢谢老师，我带他回去歇会儿。妈，我考砸了。你不骂我？骂你能涨分？我画不进去。我一想到你全是房子，法院被他们闹，我就觉得我不该坐在教室里画画。妈，我是不是特别没用？你为了我跟他们撕破脸，我却连考试都考不好。你知道妈为什么非让你去集训吗？不是因为你一定要考第一，也不是因为画画比什么都重要，是因为你不能一遇到家里出事就先放弃自己。妈反击不是为了让你愧疚，是为了让你抬头。这次考砸了就下次考回来，房子、离婚、债都是我的卷子，你的卷子在你手里。桂枝，签名鉴定那边有初步反馈了。正式鉴定还需要流程，但专家初步看，抵押合同上的签名高度疑似非本人书写。也就是说，是。那我爸是不是犯法了？如果他参与伪造，就要承担后果。他再不好也是我爸，所以妈不会逼你恨他，但也不能因为他是你爸，就让他随便伤害我们。现在最关键的找出调取抵押签，接连预链清控，房子基本能保住。下一步怎么做？现在最关键的是找出谁代签，谁提交材料，钱流向哪里。只要证据链清楚，房子基本能保住。还有，陆成海那边可能会急。瑶瑶，我求你，鉴定别做了，房子我们慢慢想办法，债我还。你怕了？你别把事情做绝。怕房子保住，还是怕查出签名是谁伪造的？爸，签名到底是不是你找人签的？你看着我说。陆成海，
我给过你机会。桂枝，我错了，我出事了，苏倩那边也会完的。你跪下求我妈，还是为了她？起来吧，别跪脏了瑶瑶回家的路。桂枝，我真知道错了，你撤了鉴定，我马上和苏倩断。你每次出事儿都说马上还钱，马上翻身，马上改。这20年你马上过吗？爸，苏倩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？你连这个都不敢确定，却敢拿我妈的房子赌。瑶瑶，别追，她现在不想看见你。你非要把我逼成孤家寡人？不是我逼的，是你一步一步走过去的。你又去跪他了？我没办法，签名鉴定一出来，我就完了。你完了，我和孩子怎么办？孩子到底……陆成海，你现在怀疑我？我跟你吃苦做仓库，你老婆一句话你就怀疑我，那我走。只要把仓库撑到投资人进来，一切都有救。现在缺的是抵押补充资产。我哪还有资产？你妈那套老房子，我还在等投资款到账再赎回来。海哥，你想一辈子被沈桂枝踩在脚底吗？程海，你咋瘦成这样？是不是沈翠玉子又逼你了？妈，我现在就差一口气，仓库要是活了，我就能翻身。妈知道你有本事。妈，你那套老房子的房本在哪儿？你问这个干啥？银行那边核资料需要看看家庭资产，不是抵押就是登记一下。你可别骗妈，桂枝那房子都出事儿了。妈，你也不信我？妈不是不信你，妈是怕你再被人坑。妈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沈桂枝要告我，苏也怀着个孩子，我要是倒了，你孙子以后怎么办？房本在抽屉里，你看看可以，别乱拿。我爸偷了奶奶老房钥匙，还拍了房本。你确定？我拍到了。别惊动他，把视频发给我。妈，他是不是又要抵房子？他不一定敢，但苏倩敢推他去。那怎么办？现在有了。拍房子，偷钥匙，这个证据很关键。但苗秀琴的老房子不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我们不能直接申请保全她的房。那怎么拦？再给相关中介和银行发函，声明湾陆昌涉事函，批示房开存在债务纠纷，自己涉嫌伪造签名通检，谁再接他材料，风险自担。也就是说，先把他的路堵住。合法提醒，不是堵路。那就提醒到他走不动。你现在越来越像打官司的人了。我以前打的是郭台，现在换个灶。老人房产要抵押，必须本人到场签字，房本、身份证、婚姻状况都要核。老人年纪大了，不方便跑，能不能先评估？可以先评估，但要收费。行。陆先生，你是不是有房产抵押纠纷？什么意思？不好意思，这单我们不接。这是风险提示，又不是法院通知。女士，我们做房产的最怕这种指示，你们另找别人吧。沈桂枝，她怎么什么都知道？你身边有人通风报信。谁？你女儿。海哥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她现在跟她妈一条心。你不先把女儿哄回来，沈桂枝永远知道你的下一步。今晚去学校找她，父女哪有隔夜仇？瑶瑶，爸给你买了奶茶。你找我有事儿？爸就是想看看你，听说你模考没考好，爸心疼。你是心疼我，还是想问我是不是给我妈报信儿？苏倩让你来的。不是，瑶瑶，你别听你妈挑拨。爸现在真的很难，仓库只差一个投资人，只要投进来，债你的学费都能解决。投资人是谁？公司叫什么？投多少钱？合同呢？你连投资人是谁都不知道就又信了？你一个孩子懂什么？我是不懂生意，但我懂一件事：一个人真想救家，不会总让家里人拿房子救他。海哥，这就是我说的赵总，他看好我们仓库，愿意投300万。赵总，真的？项目我看了，有潜力。但你们目前资产不干净，投钱有风险，那怎么办？先交30万诚意保证金，再把你们能补充的资产做个备案，钱到位，我下周安排打款。30万，海哥，这机会不能丢。陆总，做生意就是赌，你连30万都不敢拿，我怎么相信你能做大？我想办法。你这个赵总我见过，之前骗我朋友加盟费。假投资人也上桌了。程海，
吃点东西。妈，你手里还有多少存款？问这个干啥？仓库投资人定了，但要先交保证金30万。30万？妈哪有那么多？你不是还有养老钱，还有爸走后那点补偿款？那是我棺材本儿。妈，你怎么也这么说话难听？我现在是救事业，等钱进来，我给你翻倍。程海，你以前也是这么跟桂枝说的。你提他干什么？他现在巴不得看我死。那你要是赔了呢？你是我妈，你不帮我谁帮我？妈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给您送风险提示函。您这套房，谁让您签字拍照抵押都别答应。另外，陆程海说的赵总涉嫌骗加盟保证金，你又坏我好事。你这回是想坑到你亲妈头上啊？你真想拿我的养老钱去赌？妈，不是赌，是投资。赵总说了，下周就打300万。他上个月刚因为加盟骗局被人报警，你还信他？这是肖截图，这是小飞拍到的视频。你要不要我现在报警，让警察查？我以前总骂桂枝不帮你，现在才知道。妈，你怎么也向着他？我是你根本把我也卖了。妈，签这个风险告知，以后无论谁让您拿房肘、身份证、银行卡，先给我或者方律师打电话。我不是帮陆程海，是保您老了还有屋住。妈，我同学说苏倩之前在一家私立妇科医院上班，她根本不是客户英领，是医助。还有人说她能弄到假检查单。桂枝，我打听到了，苏倩这几个月确实去过医院，但不是产检，是陪别人做检查。她自己的挂号记录一次饭科都没有。证据呢？我外甥媳妇在那医院上班，不敢给你资料，但她说可以证明苏倩之前拿过空白检查单模板。怪不得的，他一直不敢去医院。找他。家人们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海哥老婆逼我去医院，逼我证明孩子，还联合律师要毁掉海哥的事业。倩姐别怕，大家给你撑腰。嫂子，你找我，我只是想活下去。我怀着孩子，你为什么非要赶尽杀绝？我赶尽杀绝？你查仓库，查海哥，查我，现在还造谣我没怀孕。你也是女人，怎么这么狠？这原配也太狠了，桂枝，别在直播里说了。他开直播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让他别说？我今天就站起检查单，证明孩子已经12周了。桂枝，你看见了吧？别闹了。你笑什么？12周。对。那你这张单子上的检查日期是7个月前。苏倩，你怀的是哪吒吗？7个月前的单子，12周，太离谱！你胡说！你把单子还我！别急，你自己开直播，我帮你说清楚。等他来了，我就拿检查单压他。网友最吃孕妇这套，单子不会穿帮吧？没人会看那么细。苏倩，你骗我！海哥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是怕你不要我，我才……你怕他不要你，所以拿我的房子、我女儿的学费、我20年的血汗钱给你演戏，那又怎么样？你瞅着一个卤肉摊，凭什么拦着他往上爬？往上爬可以，踩着我和我女儿不行。你以为他要你这个人？他要的是我的房子、你妈的养老钱，还有你最后一点蠢。孩子是假的，投资也是假的。谁让你蠢？你要不是天天说你老婆有房有摊儿，我看得上你。别急，你的搭档还没来。赵总，投资来了。别走啊，大家还等着你打300万呢。别来跑了，这就是你拍下来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有病吧？1个月收别人保证金的录音，我这里有，还有你和苏倩说先套陆程海30万的聊天截图。你哪来的这些？你们骗人喜欢在微信上说清楚，省了我不少事儿。小飞朋友被他骗过，群里资料一大堆，骗子还搞复购，骗子也真敬业。所以从一开始就是局。你现在知道疼了？我提醒过你，陆瑶也提醒过你，你妈也差点被你拖下水，可你只信他，因为他会夸你是陆总。我到底干了什么？苏倩、赵勇涉及诈骗和恶意诱导借款，先配合调查吧。海哥，你救我！我都是为了仓库。孩子是假的，投资你还有哪句是真的？你要不是天天说你老婆有房有摊，我会看上你。陆总，仓库账户最后一笔钱被苏倩转走了，货款也没了。不可能！桂枝，仓库账和苏倩转账记录对你后面债务认定很有利。桂枝，我什么都没了。你不是今天才什么都没了，你把我和瑶瑶往外推的时候就已经没了。
妈，瑶瑶，爸知道错了。爸，你每次知道错都是因为你输了。桂枝，我还能回家吗？你该去的地方不是我家。那我去哪儿？派出所说明情况，银行交资料，债主那儿还钱，哪里欠账去哪里。桂枝，我买了早餐，瑶瑶以前爱吃这家。他现在不吃油炸，备考怕嗓子上火。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的多了。瑶瑶，爸给你买的。爸，你知道我今天几点上课吗？你知道我集训老师叫什么吗？你知道我最近画的是素描还是色彩吗？爸以后会知道。你以前也说以后。瑶瑶，爸真不是不爱你，爸就是太想翻身了。可你每次翻身，都是踩着我妈。桂枝，你让我回来吧，我创哥找工作，我慢慢还钱，我以后只顾家。你知道你这个家现在最不需要什么吗？什么？一个输光了才想顾家的男人。你非要这么狠？陆成海，我不是垃圾站，不是你在外面输光了被骗了没人要了就能回来让我回收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还钱，配合调查，签离婚手续。我不想离。你想不想已经不重要了。程海，桂枝让你进门了吗？还真是个绝！等着，马上跟他说。桂枝啊，你今天不让程海回来，我这口气就顺不过来。嫂子妈都被你气成这样了，你还想怎样？胸口疼，喘不上气，疼快喘不上气。我叫120，不用。我就是心里堵，奶奶真病去医院，假病别演给我妈看。陆瑶，你怎么说话的？我妈以前怕你们说不像，现在她叫救护车，到底是要治病还是要逼她？桂枝，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妈年纪大了，受不了折腾。她年纪大，不代表我这辈子都要被你们拿来折腾。方律师，我婆婆在我家以身体不适要求我和陆成海复合，我已经建议就医，后续如果有纠纷怎么处理？听清楚了吗？病归医院管，婚姻归法院管。现在说话都带律师，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你要是还钱，我也可以不带律师跟你说。桂枝，房子暂缓执行的正式通知下来了，我现在送过去。正好，都在，那就一起听听，这房子到底是谁的？正式通知下来了，涉案房产暂缓执行，等待签名鉴定和债务性质认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暂时不用搬走了。对。妈，哭什么？这才第一步。我就是觉得，我们家还在。房子是壳，人不散才是家。暂缓不是彻底保住。所以后面要查清楚签名来源和贷款去向。如果贷款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，而是用于你和苏倩的仓库经营，沈桂枝不用承担不合理债务。夫妻之间分这么清，还叫夫妻吗？他抵押的时候没跟我夫妻，欠债的时候倒想起夫妻了。陆先生，下一步需要你提供仓库流水、租赁合同、转账记录。苏倩删了一部分账，删聊天没用，银行流水删不了。对，我们已经申请调取相关流水。程海，仓库真的没了？没了。那钱呢？钱没了，仓库没了，房子差点也没了。陆程海，你现在还觉得是我不忘你吗？桂枝，房子这边暂时稳住，接下来可以推进离婚和债务分割。推进。桂枝，你输了事业，不代表我还要输人生。谁呀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不是太阳，是法律。嫂子，钱我还了，摩托也挂二手平台了，你能不能别再催我了？按协议准时还，我不催。都是一家人，你非要把我逼成这样？你欠钱的时候没把嫂子当外人，还钱的时候开始一家人了，关你什么事儿？他是我朋友，你在我摊前撒泼就关他事儿。这人怎么又闹？嫂子，我真没钱，摩托卖了我怎么跑活？你戒赌戒网贷，比跑什么活都挣钱。你是不是非要把我逼上绝路？不还钱才是绝路。
还钱是给你留路。桂枝，程海已经还了第一笔，你就缓缓吧。协议上写的清楚，每月10号前到账，缓不缓不看哭看钱。妈，你看他。妈，您真疼他，就别再替他赖账。以前他每次出事儿，您都让别人兜底，他就永远觉得自己不用负责。嫂子，你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。我不高尚，我只是被你们欠怕了。程海，以后别再借乱七八糟的钱了。妈，你也帮他？不是帮他，是你们再这么下去，谁都救不了。老太太今天没闹，稀罕。她不是不闹，她是终于发现，她护的儿子们都会咬她。妈，仓库员工工资还差2万，你先帮我垫一下。你又问我要钱？不是要，是借，等我找着工作就还。妈，我第2期还款也紧，你先替我给嫂子转了吧。妈，我家孩子补课费也差点，你手里要是有，就先周转一下。你们都来问我要，那我问谁要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我以前什么样？我以前是不是也这样逼桂枝？你提他干什么？他现在就是想看我死。你死不了，你就是不想还账。妈，你咋胳膊肘往外拐？因为你们没一个像人。妈，你的钱不早晚也是我的，你现在不拿是想看我死吗？我以前总说桂枝不顾家，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家是她一个人扛着。我炖了点汤给瑶瑶补补，她集训辛苦，你也难。桂枝，以前是妈偏心，妈总觉得儿子难，没想过你也难。我不是来劝你复合，我也劝不动了。老房子的房本我藏起来了，以后程海他们谁要我都不给。汤我会给瑶瑶喝，但妈，有些事不是一碗汤能过去的。以后各尽各责。您是陆程海的妈，不是我的债。算原谅他了？不算，只是账本上少添一笔新仇。双方先确认离婚意愿，我同意离婚。陆先生，我不同意。我承认我犯错了，可谁家男人没犯过错？我创业失败是想让这个家过好日子，他现在抓着我不放，就是想把我逼死。陆程海，第一，抵押房子为了之前，那我问你3两过吗？我那时候怕你不同意。第二，苏倩假孕骗你时，你跟我道歉了吗？第三，陆瑶集训费被你盯上时，你想过她高3吗？她不是为了家，她是每次赌输了才想起家。沈桂枝，你也有问题，你太强势，太会算账，哪个男人在家里受得了？我强势，是因为你从来没扛过事儿，这不是算计，是记录。你创业失败，借钱我扛，你妈看病我扛，你外面出事我还得扛。20年我扛到腰都直不起来，你现在说我强势？陆先生，债务和房产问题需要依法认定，不能用感情代替事实。同时继续推进签名鉴定。桂枝，签名的事儿能不能别查？你越怕，我越要查。调解可以继续，婚姻不会继续。猪蹄最后20份，鸡爪没了，别急，想吃明天早点来。最后20份了，半天没。老板娘，方便聊2句吗？我是做社区餐饮的，叫蒋斌。排队。我看你这摊子连续几天排长队，味道、卫生、口碑都不错，有没有兴趣合作开个小饭铺？开店？桂枝，你听见没？财神爷来了。怎么合作？我出店面和装修，你出配方和运营，利润分成。配方不卖，我可以出产品，不出秘方，账要明，合同要给律师看，现金流我自己盯。你这老板娘很谨慎，被人拿房子上过一课，不谨慎不行。行，我等你答复。桂枝，这是机会呀！你这摊位火了，开店才赚大钱。机会也可能是坑。你现在咋看谁都像骗子？因为骗子通常都说自己是机会。也是，陆程海那一堆机会，最后都变成窟窿。我想开店，那就开，但不是靠别人施舍，不是靠男人画饼，也不是靠一张嘴说发财，我要自己算清楚。行，姐陪你算，你负责卤，我负责骂人收钱。妈，老师说我最近状态回来了，下周集训。好，妈这边也准备考试。你考什么？考一考46岁还能不能重新开张。妈，这条品牌使用权长期授权不太对。长期是多久？3年、5年还是永久？念念，你还懂这个？我不懂，但我知道文字越模糊越容易坑人。我爸以前合同都不看就签，这条划掉，改成1年1签。还有这里，装修费先计现利润扣除，那万一他报高装修费，你不就白干？你比你爸会做生意，这不难。方律师，帮我看看，别让我刚从一个坑出来，又跳另一个坑。
妈，你真的想开店吗？想，但也怕。怕什么？怕自己只会守摊儿，不会做老板；怕钱投进去打水漂；怕你考学用钱，我这边再出事。你以前一个人扛一个家都扛住了，开个店，起码合同还能请律师看。妈，你以前总说等我高考完你就轻松了。可你也不能等我长大了才开始过自己的人生。我考试，你开店，咱俩都往前走。行，你考大学，我开小店，成交。桂枝，我找到工作了，物流分拣夜班，工资不高，但我能干。我以后每个月拿工资还钱，这是好事儿。那我能不能？不能，工作是你该做的事儿，不是赎罪券。我已经在改了，那就继续改，改给你自己看，不是改给我回头看。爸，你真的会还钱吗？会，爸这次肯定说到做到。那就先别说以后。第1个月工资到账后，把该还的钱转给妈，到时候我再听你说下一句。瑶瑶，你现在说话真像你妈。谢谢。桂枝，我知道我没资格求复合，但你开店的事儿我听说了，要不要我帮忙搬货？我以前也跑过市场。不用，你现在连我的力气都不要了。我怕你搬着搬着又说这店有你一半功劳。陆成海边界要清楚，你还钱我收，你看女儿提前约，你找工作我不拦，但我的店我的人生你别再插手。我明白了。还有，调解师别再甩锅，你越甩陆瑶越看不起你。我不想他看不起我。那就做点让他看得起的事儿。陆先生，是否仍不同意离婚？我不同意，但我知道他不会回头。那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？我想少承担点债，仓库是亏了，但我确实是为了家庭改善生活。你夜里和苏倩谈仓库，白天让我摆摊还利息，你改善的是谁的生活？沈桂枝，你能不能别句句扎人？你以前要是不那么强势，我也不会总想在外面证明自己。你又开始，我说的是事实。近20版的洗车短视频课社区团购仓，可每一次钱都是我出的，亏是我填的，家是我守，我强势是因为你从来没扛过事儿。陆先生对资金流向是否有异议？你今天只要说一句实话。签名是谁弄的？我没亲手签。谁签的？苏倩找的人，我知道，但我没拦。成人知情未制止，我不是故意害桂枝，我那时候以为很快能还上。陆成海，你回我的不是那一笔钱，是你明知道那是假的，还想让我一辈子当真的还。请你确认，你刚才说的是你知道抵押合同签名并非沈女士本人签写。我当时以为只是走个流程。苏倩说，只要钱周转回来，马上就能补上，不会出事。所以你明知道是假签字，还想让我背真债？我不是想害你，我就是太急了。仓库那时候马上要断货，我要是不补钱，前面投的全完了。前面投的是你的面子，后面赔的是我的房子。刚才这段调解陈述，我们会依法整理提交。陆先生，知情未制止不等于没责任。我都说了，不是我签的。但你知道，还配合使用了这份材料。陆先生，这部分争议已经超出普通离婚调解范围，建议你如实配合后续调查。你以前总说我不信你，今天我信了，信你真的什么都敢赌。桂枝，我都承认了，你能不能看在我说实话的份上，别把事儿做绝？说实话不是功劳，是你早该做的事。陆成海，我不会拦你改，但你改得再好，也不是让我回头的理由。那我和瑶瑶呢？她不能没有爸。她不是没有爸，她是终于看清了爸。高考前别去打扰他，你真为他好，就安静点。陆先生，关于苏倩、赵勇涉嫌诈骗及相关资金流向，请你下午过来配合调查。妈，你检查了3遍了，再检查一遍，心里踏实。你比我还紧张。我紧张什么？我当年卖第1锅卤猪条的时候，比这还稳。那你手怎么在抖？我说过，高考前别打扰他。我不进去，我就想把这个给瑶瑶，里面是我第1个月工资，还有我写的道歉信，钱不多，先给她考试用。考试用的钱我准备好了。我知道你准备好了，我就是想尽点爸的责任。妈，
让他说吧。瑶瑶，爸以前总说为了这个家，其实都是为了我自己。我让你和你妈失望了，明天考试别被爸影响，你就好好考。爸以后每个月工资先还你妈的钱。爸，你现在说这些我会听，但我不会替妈原谅你。你也别让我考试前背你的愧疚。你想当个像样的爸，就从不打扰我考试开始。好，爸走。怕不怕？怕，怕就对了。重要的事儿都让人怕。妈，明天我进考场，你也要往前走。咱俩都考出去。准考证在，身份证在，笔。妈，你真检查第4遍了。你想过去说话吗？不了，他今天能站远点，已经比以前好。妈，这1年最难的时候，不是我考试，是你从那个饭桌上站起来。所以今天你不是送我考试，你是来送别过去的。好好考，别想房子，别想离婚，别想你爸。那想什么？想你自己。妈，我会往前走。他进去了。他状态好吗？挺好，比我们强。我昨晚没睡，一直想以前他小时候，我抱他去打疫苗，他哭得那么厉害。现在都高考了，你错过的不是一晚上能想回来的。我知道，工资到账了，我先转了3000，剩下生活费我自己留一点。收到。陆成海，别演给我看，也别演给瑶瑶看。你要是真改，就长期做。我会。今天别再站这儿了，他出来看见你会分心。好。桂枝，签名鉴定正式结果出来了，不是你签的。妈，作文题我写顺了。那就好。结果出来了。确认抵押合同上沈桂枝的签名不是她本人书写。下一步呢？申请确认抵押合同对你不发生效用，债务重新认定。同时，签名伪造线索会移交调查。陆成海知情未制止，苏倩找人代签，都要承担后果。那我爸会不会坐牢？瑶瑶，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，法律查到哪儿就是哪儿。我知道，我只是心里还是难受。难受正常，你不用逼自己立刻恨谁，也不用逼自己原谅谁。你只要记住，错的人要承担后果，没错的人不能一直守法。陈姐，按你说的，品牌1年1000，装修费封顶，配方不转让，另按月结算，账目双方公管。合同我改好了，比上一版干净多了，还有2条小问题，改完可以谈。沈姐，我是真想合作，不是来坑你。真不真，看合同也看时间。桂枝现在不好骗，合同上一个逗号都得精神。应该的，我可以谈，但店名我要自己定。叫什么？散伙饭，这名字会不会太狠？散错的人才有自己的饭。挺有记忆点。警方通知苏倩和赵勇诈骗线有新进展，明天需要你补充材料。这些材料能证明从几个项目方向：第一，苏倩利用假孕获取信任；第二，她和赵勇设局骗保证金；第三，她参与推动抵押房产周转资金。能追回钱吗？难，但不是没希望。他赵勇那一边涉及多人被骗，也会合并查。这个货少是多少？这个苏倩眼泪跟自来水似的，开关一拧就来，早该收拾她了。他最会拿女人不容易当挡箭牌，可女人不容易不是他骗别的女人的理由。这话好。沈桂枝，哟，贾韵姐来了，今天又怀几个月？你满意了？我被警方调查，账户被冻结，赵勇也把事往我身上推。陆成海不要我了，你也不放过我。你说错了，不是我不放过你，是你做的事不放过你。我想过好日子，我穷怕了，我不想被人踩在脚底上，那有错吗？骗过别人房子，钱感情，你不也是靠男人房子翻身？要不是你有房有留，他是凭什么硬气？房子是我爸妈留的，摊是我天不亮爬过来卖出来的，钱是一刀一刀剁肉挣出来的。我硬气不是靠男人，是靠我每一笔账都清清楚楚。女士，
警方让你下午继续配合调查，你现在来骚扰我当事人，我可以一并提交。苏倩，你的散伙饭已经上桌了。警方那边已经掌握赵勇多起骗取保证金的线索，苏倩参与程度不低，后面大概率会被追责。他不是爱演吗？这回去里面慢慢演。钱能追回多少？仓库尾款已经申请冻结，但能不能全部追回要看资金流向。能追一分是一分，追不回来的就让该担责的人担。你又来干啥？方律师，警方那边我已经配合了，签名的事儿我也会把我知道的说清楚。如实说明是你现在最正确的选择。我以前总想着翻身，现在才知道，先把欠的还上，才算站起来。这句话像人话。瑶瑶，你真去上班了？累吗？累，夜班分拣，腰都快断了。我妈以前每天凌晨3点起来卤肉也累，你现在才累1个月，别急着感动自己。我知道，我慢慢还。你能不能以后偶尔跟爸吃顿饭？等你连续还满半年再说。好。桂枝，这些鸡蛋给瑶瑶补补，不是买的，我自己托人从乡下带的。谢谢。陆成海这1个月老实了，陈和也开始还钱。美娟那边我也骂过他。我以前总觉得儿子是天，儿媳妇就该帮着撑天，现在我才知道，你也是人，也会累。桂枝，妈跟你说句对不起，我偏心，嘴坏，拿孝顺压你，拿家里人逼你，你不原谅我也认。妈，道歉我收到了，但道歉不是清账。你以前怎么对我，我不会天天翻出来骂您，但我也不会当没发生过。以后陆成海的事儿，您别再让我兜底。您的养老按法律和责任来，谁该管谁管。行，各尽各责。这钱不用给，算我请。但下次买要排队。你这算原谅他啦？不算。那还送猪蹄儿？我不想变成他们那种人，账要算，但心不能烂。以后边界清楚，日子才能清楚。看你吓得前夫小三儿婆家你都不怕，怕查分儿？这比上法院吓人。查呀，别磨叽，我瓜子都快捏碎了。妈，我过线了，专业分也过了，文化分也稳。过了，你哭啥呀？桂枝，你家姑娘出息了。妈，我考上了。好，妈就知道你的路不会塌。陆瑶的录取通知书。妈，真的来了。恭喜你，瑶瑶。我就不进去了。今天第2个月还款也转了，你妈收到了。谢谢，水果我收下，但饭等半年后再说。好，爸等。妈，我不是原谅他，我只是想让自己轻一点，这就够了。桂枝，我今天嗓子准备好了，谁插队我骂谁，谁挑刺儿我怼谁。今天开业，说点吉利的，行？谁吃谁发财。合作合同最终版已经签好，账目共管月结，配方不转让，放心开。沈姐，我第一次见开个小贩务合同审3轮的。第一次开店，不想再交学费。妈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这名字真有劲儿。散伙饭也能吃，散掉错的人，吃上自己的饭。今天开业，卤肉饭半价。给我。你是本店第1个客人。妈，进来吧。多少钱？今天开业，我请，以后正常收。开业红包，不是求你原谅，就是祝你生意好。谢谢。我去上班了。下一份。2号桌卤肉饭，3号桌猪蹄饭。打包的别急，桂枝姐手速比你催得快。妈，怎么了？结束了？不是结束，是开始。妈，我是去上大学，不是去桃香。学校饭吃不惯，就热这个。
妈，你也要好好吃饭，别忙起来就忘。知道。瑶瑶，一路顺利。第3个月还款，我刚转了。收到。桂枝，判决我收到了，我会按判决还债，以后不会再拖你们后腿了。那就好。你现在很好。我本来就能很好，只是以前忙着让你们好。妈，饭铺名字真不改了？不改。别人问为什么叫散伙饭呢？就说散伙不是坏事，散掉错的人才吃得上自己的饭。舍不得念念，舍不得，但高兴。前夫也舍不得，少添乱。老板娘，我能打包一份饭吗？我刚离婚，没地方吃晚饭。能多上？今天这碗我请。吃饱了才有力气往前走。以前我以为女人这辈子就是把一家人的饭做熟，后来才知道饭要做，账也要算，谁欠的谁还，谁错了烂摊子不该压在一个女人的锅台上。散伙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一辈子吃着委屈饭，还以为那叫过日子。从今天起，我的饭我自己端，我的路我自己走。